这是不需要做后期的视觉特效，无论是远处的湄公河滩，还是脚下这如同外星表面的岩石纹理，三金石的景观是绝对配得上终生难忘这4个字的。但在景区这里所发生的事情，却令我的三观反转了又再反转。这一集和你分享一下，在这个零中国游客的秘境背后，那些让人头痛却又倍感温暖的真实细节。这里是汶干的市区，酒店就在湄公河边，对岸就是老挝了。这里的外国游客极少，因为要到这里来门槛并不低，从最近的机场自驾过来也得3个多小时，公共交通的话就得4到5个小时了。而最难的就是最后的这一段，从市区到景区这30公里是没有公交的，要摸黑穿行在这种森林小道上面，每个本地人带路还真的不太踏实。泰国东北部的早上只有10多度，景区的工人都得烤火取暖。我带的衣服不够，临时买了雨衣，想着可以挡一下风，因为一会儿还得坐皮卡车上山，车费是500泰铢一辆车，最多可以坐10个人。我有本地人带着，和别的游客拼了车，2个人只需要给100泰铢就可以了。看到我们的无人机包，工作人员说，如果无人机还没有在泰国注册，就只能选择他们的拍摄套餐。这种套路我是见得多了，无非就是让你做几个固定的动作，随便飞一下，最后再套个模板，给你剪个10来秒的小视频。这根本都不是我想要的东西啊！我的心情一下子就掉到了谷底了。我一直都在谋算着，这该怎么办呢？这种在大山里的巨型化石，少了航拍是非常可惜的。虽然说700泰铢不算贵，但是那种流水线式的挥手、转身、大笑，我根本都用不上这些啊！想到这里，我甚至都有点后悔摸黑越野的跑到这里来了。但是当我真正踏上岩石的那一刻，所以呢，这360度的宽广空间好像是改变了我的心境一样，我突然就想通了，让朋友帮忙去沟通一下，能不能买他们的套餐，让飞手用我的无人机拍几个简单的镜头。但是他们都很忙，因为太阳升上地平线之后，三金石的悬崖派对就正式开始了。这根本不是敷衍了事的流水操作啊！这飞手都快比游客们要投入了。为了抓到一个完美的角度，他们甚至半个身子都探出悬崖去了，还细心的给他们整理衣服，教他们摆出各种各样的造型，甚至还帮拿游客们自己的手机给他们拍照。我原本说拍几个简单的镜头就可以了，但这位飞手却热情地引导我们走到另一块石头去，说那里有一个必打卡的至险之点。是环境，也是笑声，更是他们的这一份纯粹的笑容。我感觉之前那个陷入冰冷算法里的自己瞬间被点燃了，脑中甚至开始响起了热情奔放的一闪音乐，就像你现在听到的这首背景音乐一样。站在这里的时候，我并没有打算坐下来的，但是双腿实在是不争气，不得不赶紧坐了下来。如果你也恐高的话，听劝哦，还是乖乖的留在宽一点的地方吧。在还有恐龙的年代，这几块石头其实是沉在海底的。随着1亿年间的板块运动，它们才被慢慢的推向了这海拔几百米的高空。那些如同火星表面般的天然纹理，
我觉得已经足够让我惊艳了。但是没想到后面还有比这里更像是火星的地方。游客们都集中在这2条大鱼的身上行走，是为了保护那条鱼宝宝吗？是也不是，它背上平坦的地方太少了。出于安全，也出于保护这块遗迹，景区不允许游客走上去。今天这里真的是零外国游客，所以他們都在背後相互的議論我這一個外人。ทุกคนก็อย่างที่ถามว่าแต่เขาไม่เคยเห็นคนจีนมาเนี่ยเราฟังใครรู้เรื่องใช่เขาเป็นคนจีนนะเขาเป็นคนจีนนะอันนี้คุณทำงานอยู่นี่ไถจงก็เยอะแล้วใช่ไหม10 คนไหม18-19 คน了19 คนเหรอโอ้ยเก่งมาก我没有听错吧？初算了一下，这里的游客最多也就是50-60人，却配备了19个飞手，这也太不会做生意了吧？这个拍摄套餐给10个人拍还是给2个人拍，都是一样的价格。这个从经营的角度来说，也太不会赚钱了吧？在这里，人情味真的是狠狠的给商业味甩了个大巴掌。呢個景點又係啱你啊！呢嚿石頭係咪好似嗰隻大象啊？全部係嗰啲都係咩億萬年嘅化石嚟㗎！哇，真係啱晒你啦！真係呢度。ฉันก็ไม่รู้ประตูคืออะไรประตูคือ open the door อ๋อ open the door ประตู嗱呢啲真係全部係你嘅菜嚟㗎。呢個就係叫做一個大門。岩石上这些发白泛青的斑点，像极了鲸鱼身上那些老旧的鳞片。其实这是一种真菌和藻类的生命结合体，它们正在分泌着第一酸，试图缓慢地把这些坚硬的砂岩瓦解，转化为土壤。只不过这个过程是以万年为计量单位的。哦，ตอนนี้มีคนเยอะแล้ว。从3金石下来，游客们开始陆续的打卡这些大象石、大门石，而我就更加偏爱景区里面长得最像火星的地方。看着这些错落有致的凹陷，既像是岁月的坑，也像是大地的窝窝。如果这只是一张定格的照片，真会给人一种错觉，是穿越到了火星吗？还是曾经有外星人来这里搞过破坏呢？这种荒凉到极致的地表，反而透露着一种让人觉得异常平静的美，呼吸似乎都变得慢了下来。当然，呼吸变慢也可能是肚子饿了的表现。这片景区被大片的橡胶林包围着，放眼望去并没有什么村庄，所以我们准备去附近公路边上的餐厅吃早餐。我原来以为泰国是只有夏季和雨季的，但是这里的橡胶树却用它特有的色调，营造出了一种秋天才会有的充满了诗意的画面。炭火上面冒着油光的烧烤，还有热腾腾软糯的糯米饭，但在我的脑海里还是不断地冒出那些在鲸鱼背上的小小人影。那种宏大和微小的对比，是大自然给我们发出的某种信号吗？